你知道什么事情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，还永远不会吃亏的，这就是积阴德。人做了善事，积阴德的人脸上会留下痕迹，眼睛下面会有一重或二重或三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光泽优美，这就是阴质纹。如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这也说明做善事色身会改变，在身体留下痕迹。那做坏事呢，一样留下痕迹。可见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人的。娑婆世界众生刚强，甚至佛弟子真的深信因果吗？这一点我们要反思。很多人说因果通三世，上辈子和下辈子谁也看不到，怎么办？其实因果不用通三世，这辈子就可以看到了。比如说做了善事阴德，脸上会留下阴质纹，这是不是看到了呢？因果应该是当下可见的，那为什么做了坏事，果报却没有现前呢？因为他现在还有福德在庇佑着，等福报消耗完了，恶报就现前了。所以佛法讲要忏悔，趁福报还在，恶报还没有现前，要赶紧忏悔，等到恶报现前就来不及了。这也说明要多念地藏经。人的相貌不是由父母决定的，而是由自己的业力决定的。你去看很多法师相貌都在改变，年轻时年老时变化很大，下巴越来越有肉，目光越来越柔和，对众生的悲悯心起来了，目光就越柔和，法相就越有庄严。所以修行的结果也是可见的。做了善事，不要怕别人不知道，上天自然会在我们的色身上做标记。这个变化不是整容整出来的，不是靠营养补出来的，而是福德具足后自然成就的。古人说，财润屋，德润身。色身要靠什么来养？要靠德行，以德行来培养自身的福报。圣人具足的庄严相，都是福德所感召所成就的，这也是可见的。有一个人心还好，就是嘴巴不好，喜欢搬弄是非，说到底还是心不好，结果嘴巴就是歪的。很可惜，他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业力牵引实在可怕，就是改不过来。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，德行不好，色身就会不好。修行都是来真的，当然不要刻意去学算命相念，等我们福德具足后，智慧自然开发。什么算命相念这些术自然就懂了，但算命相术什么的，不是让我们去评价别人，而是来点醒自己用的。不能说某人怎么缺德，这样子不仅算命对你修行没有帮助，反而让你造口业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已，到了晚年，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高望重、养颜益寿之征兆。右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吉兆。有中老年人，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往外脱发，乃凶兆。
德行欠缺之相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阴德厚重之人，可得5种福报。一、远离魔障。悟真篇中说，若非积行修阴德，动有群魔作障缘。道光曰：魔障在彼，修持在我。阴德既弘，灵丹可济。如果人想修道，但是缺少阴德，一修就会有群魔阻道，而有阴德深厚，就金丹有望。二、贵人相助。唐太古妙音孙真人福寿论中说，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，圣人知之，贤人护之，天乃爱之，人以悦之，鬼神敬之。居其富而不失其富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，祸不及也，寿不折矣，宫节之患去矣，水火之灾除矣，必可保生全天寿矣。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富贵，或者是你想过得好一些，则需要积累阴德，这样才能得贵人相助，得上天帮忙。三、子孙昌荣。远离恶道。吕祖全书中说，为善事者，必享福报；积阴德者，子孙荣昌。不舔天物，不似盗淫，不毁正教，善事也。救死扶伤，急人患难，无纵淫，贼阴德也。不做善事，不积阴德，则恶道无所不入矣。阴德深厚，子孙才能昌盛。而积累阴德的方法有不舔天物，不似盗淫，不毁正教，救死扶伤，急人患难。如做人无恻隐之心，则毁伤阴德，这时恶道就会接近你。四、降服恶鬼。真仙真旨语录中说，阴德伏鬼，阳德伏人。人有阴德，鬼邪惧怕。五、能避祸患。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中说，君家阴德合天门，最小烟流祸不侵。人有阴德，自然可以远离祸患，接近福报。那么积阴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做好事让别人知道了叫阳德，不被人知道叫阴德。阳德报得快，做了好事让别人知道了，别人称扬你，赞叹你，给你发个奖状、锦旗什么的，表扬报掉了就没了，德积不住。做好事不让人知道叫阴德，阴德后面的福报大，积得久。不要怕德积不住，你的德积在那里永远是你的，别人偷不去，抢不走，自修自报。阳德积不久，甚至随修随报。阴德积得久，且越积越大。所以我们做了好事，最好不要让人知道，不让人知道，你的德行就越积越厚，后面你的福报就大，甚至福泽你的子孙。如果让人知道了，报掉了就没了。相反，做了坏事要让人知道，不要隐瞒。我们说忏悔，一忏悔可以消罪业，所以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做好事不让人知道叫阴德，叫人知道了叫阳德。阳德积不住，
一叫人知道就爆掉了。自相修福叫福德，福德感应人天福报，福报有限，享完了就没有了，福享完了就没福了，没福了恶报就来了。所以福德是很有限的，不能超出生死轮回，因为执着没有破，还有我执。离相修福叫功德，功德的福报无限，因为功德与道相应，与自性相合，合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合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做了好事，不住做好事的想，不执着这个好事，这就有功德。功德可以超越三界生死轮回，因为功德里面有智慧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我执就超越六道轮回。所以福德有漏，会漏到三界里面来，功德无漏，可以超出三界。福再大都是在三界里头想，想完了就没了，最多只是短暂的人天福报。人天福报有漏，不究竟，想完了还要堕到恶道里面去轮回。福德有漏，功德无漏，福德有限，功德无限。福德不离相，不破我执，不能超越三界轮回。功德离相破我执，可以超越生死轮回。功德里面有福德，福德里没有功德。福由善生，做善事就有福德，做善事不执着，就有功德。功德里面有智慧，因此福德与功德表面上看并没有区别，只在于用心不同，在于有没有执着的心，一个有智慧，一个没智慧。所以我们要用智慧把所做的福德转化成功德，方法就是不执着，自在随缘。不少朋友会说上这么一句话：我也想行善，但我没有钱，有钱才能行善。这是很多朋友走入的一个误区，但不行善永难有钱，没有钱就不行善，这是恶性循环。其实要行善积德，不需要等到有钱财才能行动，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行动，因为太多的行善方法不需要花钱。举个超级简单的例子，比如你就转发劝人行善的文章，就已经做了一件大善事了。因为有可能你的朋友看到文章后知道了行善的方法，开始行善，那你可就是功德无量了。不用花钱或者花很少钱就能行善积累大功德的方法，供养各位有缘的朋友。在大家看这些方法前，有一点要明白，我们行善不仅仅是说有动作才叫行善，起善心动善念也是行善。我们每个人都想祈福避祸，但往往只会一味地向外祈求，结果只会一无所获。古人说，命自我做，福自我求。一个人的福气不是天定的，是自己后天努力的来的。经常行善，福气自然会越来越好。修善得福，造恶的祸，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，这是根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这样做才如理如法。所以我们要想趋吉避凶，就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磨练自己，断恶修善，
积功累德。下面这12件事，尤其要做到，最能积累福德。哪怕坚持做一件事，也会功德无量。一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，这是断恶修善的用功下手之处，也是真诚落实之处。凡是邪思邪见、邪言邪行，都要避免，要做个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。即使独处暗室，也要正心诚意，不可欺骗别人，欺骗自己，做违背良心的事情。二，积功累德，慈心于物，存心是德，落实是功，德不积不厚，功不累不大。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以恶小而为之。慈悲心是人之本心，万善之本。以慈悲之心对待世间万物，才是止于至善。三，忠孝有悌，正己化人，诚心尽力，恪尽职守，孝敬父母，尊重长辈，是天理之常，人伦之本。兄弟情同手足，同体连根，都是父母的骨肉。兄友弟恭，家庭才能和睦，父母才能欢喜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一个人心正、言正、行正，德行圆满，自然得到大众的尊重认可，才能顺利帮助一切众生。四，金孤学寡，敬老怀幼，鳏寡孤独。老人孩子，社会上一切孤苦贫困的人，都是需要帮助的。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周济他们，关爱他们。五，昆虫草木，犹不可伤。即使是昆虫一类的小动物，无情的草木，也不要随便伤害，也要爱护它们。这是徜徉我们的慈悲之心。培养慈悲心，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，不可好高骛远。六，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。对于遭遇不幸和灾祸的人，要有怜悯之心；对于造恶的人，要劝其改恶从善，加以教诲。善心不分你我，看到别人所做的一切善事，我们都要随喜赞叹，不可夹杂贪心和名利心。七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看到他人有急需，应该及时给予帮助。遇到别人有危难，要立刻给予救援。这是雪中送炭的善举，最积阴德。上可以资见祖先，下可以福荫儿孙。八，见人之德，如己之德；见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看到别人好的时候，就如同自己好一样，心生欢喜；看到别人失意的时候，就如同自己失意一般，心生同情，尽力给予安抚。九，不张人短，不炫己长。不可以彰显别人的短处，让人难堪，要尽量为他隐瞒，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。要懂得谦恭卑下，韬光养晦，谨言慎行，才能涵养自己的德行。十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。要尽自己所能的去阻止别人作恶，
以免更多人遭受伤害。只要是善的行为，我们都应该去赞扬，去支持，让它能够为善不倦，做世人的好榜样。在钱财上与人交往，无论是兄弟还是朋友，我们都要把多的那份让给别人，自己则拿取少的部分，甘愿吃亏。11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。受到别人侮辱时，不要有丝毫怨恨，而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，是因为自己的德行浅薄，才感召到别人的不尊敬，因此更要精进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受到升迁、奖赏等荣耀时，不要得意忘形，而应该感到惊恐不安，更加小心谨慎，唯恐自己德薄功浅，不能承受这份荣耀。12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帮人就是帮自己，这是在为自己修复，要真心诚意地去做。所以我们帮助了别人，就不要希求别人报答。赠送给别人的金钱或者东西，就不要后悔，那样就证明我们的贪心、吝啬之心还没有去除，所修的福报也就消减了。因果不饶人，一旦做了有损阴德之事，必定难逃报应。这3种行为最损人阴德，千万不要做。1忤逆父母。佛说，善之极者莫大于小，恶之大者其为害亲乎？世间最大的善就是孝养父母，最大的恶就是陷害、忤逆父母。父母是我们的第一福田，如果不善待父母，是很损阴德的。暗示灯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：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个天才叫周拔，自小聪慧，饱读诗书，吟诗作对，样样精通。当时邻里间都称他为平阳才子。周拔从小在众人称赞中长大，逐渐形成了暴躁乖戾的性格。别人做的事情稍不顺他心意，就大发雷霆。他的父母对他也是百依百顺，生怕惹他不开心，会拳脚相加。那年周拔进京赶考，父母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才凑齐了学费，哪知周拔非但不感激，还处处埋怨，觉得父母给他做的衣服不好，伙食不好，甚至朝着父亲破口大骂：你这个老东西，看起来这么窝囊，有什么资格做我的父亲？父亲听了这话，气得浑身抽搐，晕倒在地。当天晚上，周拔就做了个噩梦，梦中有人对他说：你今生聪慧，乃是前世所积的福报，今生你性格乖张，忤逆父母，犯下种种恶行，损耗阴德，你的报应就是沦为畜生道。果然，第2天他就不能说话了，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就像驴叫，后来就在驴子的叫声中一命呜呼。父母双亲恩似海深，生儿育女历尽艰辛，父母恩德重于天地，他们是最应该尊敬的活佛。德藏经有云：若遇悖逆父母者，说天德灾杀报，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忤逆父母，违反伦常，
必将招来天的灾杀的果报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忤逆父母之事。杀生害命，佛经里说，杀生之罪，穷劫受殃。世间最大的仇怨，莫过于杀生。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你伤害了别的生灵，也会得到相应的果报。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人贪生畏死，害怕受到伤害，众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达摩祖师东渡时，曾经遇到一个猎人打猎。达摩祖师问，你一天能打到多少猎物呢？猎人回答，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打到好几只，有时候还能打到怀孕的呢。达摩祖师摇摇头，对他说，我只能射到一只，射到这只能使万千动物安详。猎人问，您能打到什么呢？我说的是你呀，血肉淋漓未足真，一般苦痛愿难伸，设身处地扪心想，谁可将刀割自身？千百年来碗里羹，愿身四海恨难平。欲知是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孟子也说过，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，不惜让其他生灵蒙受巨大痛苦，而从口中吃下的这些美味，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吗？佛家常说六道轮回，今生你害他，来世就会被他害。杀生害命是很损耗阴德的行为，所以杀生一定要戒除。三、妄语造业。俗话说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无量寿经中将口业放在第一位，人的很多烦恼大多都来自于这张嘴。有时候说恶语伤人，有时候背后说人是非，这些都是妄语。妄语的习惯害人害己，妄语会造口业，会损耗我们的阴德。经常说妄语的人，往往容易惹祸上身。明朝末年，有一个姓秦的书生，才高八斗，精通诗词歌赋，但是他为人刻薄，只要一发现别人有缺点，就写成诗词，并且流传诵读。因为这样的行为，他得罪了很多人，他一生无儿无女，晚景凄凉，最后病死在自己的屋中。1个月后才被人发现，秦书生将别人的缺点大肆宣扬，以此为乐，妄语造业，无形之中福德消尽，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。法句经有云，口出妄语，腐在口中，所以斩身。尤其恶言，我们的嘴巴如果用来劝人行善，扬人善事，就会积累福报；但如果作为伤人的利器，那便是造了无边的罪业，最终只会害了自己。以上这3种行为是最损人阴德的，我们一定要时刻谨记，千万不要做。人做善行，人做善事，天地良知，必有福报。最积阴德的人有4种特征，哪怕只具备1种，也是功德无量。道德经中告诉我们，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阳德主荣显，阴德主福寿。人若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若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万物都是由阴阳组成的，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第一，有阴德的人必定有很好的悟性和很高的层次的认知。所谓的德也是分阴阳的。俗话说一德消百灾，一德压百祸。在阴德的阐述中，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而道教则用成负来解释，行善者必有其福，为恶者必遭其祸。第二种，有阴德的人必须是有所参悟的人。在道教的信仰里面，阴德是积给人的，但却不为人所知。阴德的阴它就积在那儿，别人也抢不走，也夺不去，钱越积越厚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，无形中的福报非常殊胜，而且长远。第三呢，阴德厚的人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德光，现世、来世、后世都能得到善果，也可以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得到成福。第四，阴德厚的人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，强大的善业和强大的罪业都能产生很大的果报。其实今天我们一切受用的现象都是假象。当你意识到财、色、名、睡时，这些欲望都是产生烦恼的根源，你就不会再计较得失了。比如说一些有钱人造业快，反而灾难来的也多。所有一切作用也是即空、即假、即中。现在的人把福报简单理解成为钱财，那是很大的错误。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，因如其名，是肉眼看不见，包括子孙满堂、长寿、健康、安宁、寿终正寝，这才叫阴德的福报。积累阴德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且能福泽子孙。愿世人心存善念，多行善事，多积福德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多积善德。你是善良之人，必有鸿福相随。你的善良里藏着你的福气，心中有多少善，命里就有多少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转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。愿你我都能成为有福之人。